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血糖高的人每天都在担心自己的血糖会升高。其实想要控制血糖，除了要吃药外，还可以用运动的方法。今天木子就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的动作，不用跑跳，对控制血糖有帮助哦。这个动作非常简单，首先我们在地上铺个瑜伽垫，站立在上面，身体保持挺直，全身放松。如果是年纪大的人，可以背靠着墙站立，然后将左腿屈膝抬起，尽量的靠近腹部，同时双手抱住左腿小腿。做的时候腰背要挺直，右腿要绷紧，这样坚持5秒，左腿落下，再换右腿做同样的动作。每天反复做5到10分钟，可以早中晚都做一次。这个动作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加快身体的新陈代谢，增强对糖分的吸收和利用。每天坚持做，能预防血糖升高，让血糖更平稳哦。那血糖高的人平时还要多注意饮食，保证充足的睡眠，还有也可以吃点降血糖食物。木子给大家推荐黄虎桥。黄虎桥营养价值高，其中含有生物类黄酮。这种物质有促进胰岛细胞恢复、改善血液循环的作用，对稳定血糖也有帮助。那本期内容就你说我最近总觉得我肚子饿扁了，可这一摸还有一坨肉。这是心理作用吧？想要瘦肚子，不如跟木子学个小动作吧，躺着就能做哦，很适合懒懒的你。在地上铺个垫子，躺在上面，后背和手臂紧贴地面，然后用腹部的力量把双腿抬起来，抬到最高点的时候，坚持3秒，再慢慢的放下。这样一抬一放，睡前做10分钟左右。这个动作可以锻炼腰腹，促进脂肪燃烧，有很好的瘦肚子、减赘肉的效果哦。如果你也有肚子大、肚子肥的烦恼，可以坚持做瘦肚子的方法有很多，可以通过饮食，也可以通过运动。那说到运动，很多人想到的是不是仰卧起坐？其实除了仰卧起坐，还可以试试下面这个蹬腿动作。下面给大家演示一下。自然站立，双脚分开，和肩同宽，双手在后背相互握住，然后抬起我们的左腿，左腿的大腿和小腿呈垂直的状态，用右腿支撑身体，腰腹部保持收紧，然后左腿用力的往后蹬10次，再换右腿往后蹬，也是蹬10次。每天做5分钟左右。注意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肚子要保持收紧。如果站不稳的话，我们可以用一只手扶着椅子或者是墙壁。坚持练习这个动作可以帮助燃烧脂肪，不仅可以减肚子瘦腰，对瘦大腿也有一定的作用。除了运动，平时我们还要注意避免久坐不动，要不然容易让腰腹部脂肪堆积。多注意饮食，多吃含有膳食纤维的食物。晚上吃完饭后可以出去散散步，这样对减肥有很多。朋友问我便秘怎么办？相信很多人1年之中都会有几次排便困难的情况，偶尔1次2次还可以忍受，但是经常便秘那就让人很烦恼了。那不妨跟我一起来做一个动作吧。在我们肚子上有个通便区，那这个通便区就是大横穴。大横穴在肚脐两边，盘开4寸，大约一个手掌宽的地方。按压的时候会有酸胀感。找到大横穴之后，用我们的手指按揉就行，每次按100到200下。按摩这里可以调节大肠的运动，促进肠胃蠕动，对改善便秘有很好的效果。还有经常便秘的朋友，平时一定要清淡饮食，这样对缓解便秘才有帮助。不如会喝水，每天这3个时间段喝水，或许更易长寿。第一个时间，早上起床后。经过1晚上的睡眠，早上起来我们身体是处于一个非常缺水的状态的。如果这时能喝一杯温开水，不仅可以帮助补充水分，还能够帮助清理肠胃，有助身体排毒，对身体健康有益。第2个时间，吃完饭后。当我们吃完饭后，肠胃是在大量工作的，如果这时喝一杯水，可以帮助减轻肠胃负担，还能促进肠胃的消化和吸收，对缓解便秘也有很好的效果。第3个时间，晚上睡觉前。除了上面的2个时间，大家还可以在晚上睡觉前半小时喝一杯水，因为我们睡觉时血液流速会变慢，血液粘稠度也会增高。如果睡前喝杯水，可以帮助稀释血液，预防血栓形成。
所以大家如果每天在这3个时间喝水，对身体健康是非常有益的，也更容易使人长寿。那大家呀都知道，我们身体呢是离不开水的，所以大家不要等到口渴了才想起喝水，也不要用饮料代替水，只要养成一个良好的喝水习惯，才能让你更长寿。那如果呀看见一个人耳朵大，就会说，哎呀，耳朵大有福啊，还挺羡慕的。其实啊，耳朵呢是有很大作用的。一身之气贯于耳，像经常失眠早醒的小伙伴，就可以多按摩一下自己的耳朵。那怎么按摩呢？下面让木子来教你吧。用我们的食指和拇指呢夹住耳尖儿，先轻轻的上提，然后再揉捏。揉捏的时候呀，最好呢轻一点，感觉耳朵微微发热就行。每天睡前按摩个10分钟，可以帮你呢疏通气血，促进睡眠哦。如果你睡不着的时候，就可以躺在床上坐一坐，助眠效果还不错。之前若这3处出现白发，可能还是身体出现了问题。第1处后脑勺，如果50岁之前后脑勺出现了白头发，就要小心，可能是肾脏出现了问题。那中医认为后脑勺和头顶是肾脏的反应区，所以后脑勺出现白发，大家呢可以多吃一些补气血和黑色的食物，有助补足肾气。第2处两鬓，两鬓是肝脏的反应区，如果两鬓出现白发，很可能是肝脏出现了问题，比如肝火旺盛、肝炎等，所以大家也要注意。建议大家少熬夜、少抽烟、少喝酒，可以多吃一些护肝食物。第3处前额，前额是脾胃的反应区，如果50岁之前出现白发，很可能是脾胃不好导致的，建议大家管住嘴，少吃辛辣油腻还有冰冷的食物，3餐定时定量，注意保暖，有助脾胃健康。所以上面这3个地方出现白头发就要小心了，最好检查一下，看看是不是身体出现了问题，好及时。冰箱坏得更快的3种食物，你知道几种？尽早告诉家人。第1种，黄瓜。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，买回来的黄瓜放在冰箱，没2天就已经腐烂了。这是因为黄瓜放到冰箱里，一旦触碰到冰箱内壁，表皮出现进水的情况，就容易出现腐烂。那建议大家放在干燥、洁净、不要太通风的阴凉处会更好一些。第2种，西红柿。西红柿是很多人喜欢吃的，大家也喜欢将吃不完的西红柿放在冰箱内。西红柿若是经过低温冷冻后，很容易变质，出现腐烂的情况。建议大家可以将它洗干净，放在保鲜袋里冷藏起来。第3种，青椒。青椒是家里经常会用到的食材，不过青椒最适合储存的温度是7到8度。如果在冰箱中放的时间太长，很容易被冻伤，出现变软变味的情况。建议大家将青椒放在干燥的阴凉处保存，还可以用报纸将青椒包起来，这样会更好。所以大家在买菜或者是其他东西的时候，最好少买，只要够当天吃的就行，要不然放时间长了，食物变质，这样就很浪费。不好的人，立秋后做好3件事，强健肺脏，养肺护肺。方法1，自然站立，两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两腿微微弯曲，呈下蹲的姿势，双手放在胸前，弯曲手肘，然后站起时做扩胸动作，同时配合着腹部呼吸，这样反复练习3到5分钟，可帮助扩大肺活量，强健肺脏，对养肺有很好的效果。方法2，多吃养肺食物。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常见的养肺食物有莲子、百合、雪梨等等，这些食物立秋后吃，对肺部有非常好的保养作用。方法3，每天进行有氧运动。大家呀都知道，运动对身体有很大好处。立秋后，大家可以早晚出去进行适当的有氧运动，比如慢跑、快走、太极拳等，每天坚持，对肺部健康也是有非常大帮助的。那立秋后天气呢比较干燥，所以很多人心肺功能可能会出现问题，不妨试试上面这3个小方法，坚持下去，肺部可能会越来越好哦。肺部不好的人，手指会有2种表现，每天敲打5分钟，养肺护肺。表现1，出现杵状指。杵状指一般出现在长期吸烟的人身上，如果发现自己的手指指尖变粗，就要小心，很可能是肺部出现了问题，最好检查一下。表现2，拇指肚干瘪。大家可以试验一下，用力的按压一下大拇指指肚，
如果出现干瘪的情况，而且一段时间不能够恢复，那就要小心了，可能是肺部出现了问题。如果你手指出现上面这2个异常，就要抓紧养肺了。下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有很好的养护肺部的作用。这个方法很简单，就是敲打手臂处的肺经，从肩胛骨凹陷处沿着手臂内侧一直到拇指内侧端。敲打肺经的时候，手握成空拳，从肩膀开始，从上往下的敲打到手腕，手腕到拇指内侧这段可以用手指按压。每天这样敲打3到5分钟，每天坚持就能够起到很好的养肺效果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大家还知道哪些养肺小方法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哦。